美国宣布抵制北京冬奥会，还有谁会跟进？而奥运政治化，最后又会伤害谁？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周一呢，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将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也就是运动员该怎么比赛、该怎么参加、怎么出席，美国政府都不管。但是不会让美国的外交人员参与任何冬奥会的活动。其实呢，这个结果国内相关部门早有预测，大概是1年多以前吧，也就是特朗普时代，我们就判断过，由于中美关系的紧张，美国有可能抵制北京冬奥。其实呢，这个判断也不难，无非就是看中美关系走向有没有出现短期回暖。如果不能够回暖的话，抵制基本上是美国手里一张名牌，没有什么悬念。只不过呢，就当时还想美国的抵制是什么程度，会不会带头全面抵制北京冬奥会，就类似当年抵制莫斯科奥运会那样。而当时苏联方面也进行了报复，抵制了洛杉矶奥运会，所以我们看到洛杉矶赛场上也没有苏联人。所以这次所谓的抵制呢，程度上来看还没有当年那么激烈。只不过呢，下边要看美国做出决定之后，紧跟着是不是还有一些国家会跟进，做出外交抵制动作。比如说英国前段时间犹犹豫豫、反反复复各考虑这个问题，而欧盟呢被匈牙利一棍子砸回去之后呢，也没法以欧盟的名义集体进行抵制。但是欧盟有些国家可以自行采取行动，这个呢就不能排除可能性。而且呢，不排除一些国家如果抵制冬奥的话，是为了替立陶宛出气，因为美国和欧洲现在形成了个一致意见，就是在各自的一个中国原则下和台湾发展关系。也就是大家都喊着一个中国，至于说怎么理解一个中国，美国怎么解释，欧洲怎么解释，都是各自说了算。那么中国现在制裁立陶宛，他们还会把他们说的一个中国抬出来，说自己没有违反一个中国政策，你中国为什么要制裁？然后呢，大家一起跳出来要帮助立陶宛出口气。当然要帮立陶宛出气，还不能真的全面跟中国对着干，所以用外交抵制一下，抵制这冬奥会，没准就是很好的办法，出来装装样子。不过欧洲一批国家如果继续跟着美国采取这种抵制行动，也说明拜登政府上任不到1年，就已经用很高的效率修复了特朗普造成的美欧关系损伤。办法也就是一方面激化欧洲跟俄罗斯的冲突，一方面在中国和欧洲之间猛打人权牌。但是美国这一系列举动固然有成功的一面，但是也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好的舆论战机遇。毕竟奥运会这种话题政治意义也一直在变。以前呢，我们都觉得举办奥运对一个国家来说呢是很好的扩大政治影响的机遇，只不过扩大什么影响，如何扩大，现在看都可以换个思路。过去大家争办奥运会或多或少是要体现一下举办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特色还有潜力。但是现在经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其他国家发现还有什么可争的，还有什么可以体现的？北京搞完奥运会还能挣钱，其他国家搞一次基本都要赔钱，所以这种显示、这种争夺慢慢都没有意义了。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通过冬奥会体现另一种政治影响，而且还可以符合很多运动员和体育机构的这种说法，就是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反复期望的就是奥运去政治化。美国这些外交人员呢，不来没有关系，我们索性就把这次冬奥会塑造成一个不受国际政治冲突影响的冬奥会。冬奥就是运动员的盛会，我们欢迎各国的外交人员来看比赛，但是我们也不会求着他们来，不把冬奥会当成一个政治工具，这样我们自己就没有任何破绽，是美国在和全球体育界过不去。既然美国要在人权问题上装纯洁，那就随他们的便吧。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行动证明，没有美国政客的奥运可以更纯洁。好，关于美国外交抵制冬奥会到底对谁是伤害，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见。